纽约的夜晚再次被闪光灯点亮，很多人或许没有想到，一场原本属于时尚圈的高奢活动，竟然会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席卷整个中文互联网。而真正让无数网友疯狂讨论的，并不是品牌本身，而是两个名字：张凌赫、田曦薇。就在 GUCCI 纽约活动现场，两人几乎没有任何刻意营销式的互动，也没有电视剧里那种夸张的工业糖精，可偏偏就是这种自然到不能再自然的同框，却让整个社交平台瞬间进入显微镜模式。有人连夜截了上百张生图，有人把两人站位、眼神、步伐同步逐帧分析，还有海外网友第一次感叹，原来中国年轻演员现在已经有这种高级感了。最夸张的是，当媒体区的闪光灯突然连续爆闪时，现场甚至一度出现摄影师集体转向的画面。很多人后来才发现，那一刻几乎所有镜头都在追着张凌赫和田曦薇跑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偏偏是他们？为什么只是一次高奢活动，却能引发这么大的讨论？而这场纽约高奢之夜，又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娱乐圈风向变化？今天我们就来认真聊聊。首先必须承认，如今的内娱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。过去几年，明星参加时尚活动，更多还是停留在红毯展示的阶段。大家关注的是谁穿了高定，谁戴了珠宝，谁的礼服价格更高。但现在观众的审美明显变了，网友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看造型，他们更在意的是气场、故事感，以及明星身上有没有一种真正能够撑住国际镜头的氛围。而这一次，张凌赫和田曦薇恰恰踩中了这种审美变化。先说张凌赫，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他，可能还是在古装剧时期，高个子、清冷感、五官立体，这是大众最初对他的印象。但真正让他开始出现高奢式配度讨论的，其实是这2年的时尚资源变化。因为你会发现，他身上有一种很特殊的气质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浓颜攻击型帅哥，也不是那种过于油腻、刻意释放荷尔蒙的路线。相反，他的气场更偏向一种克制感。这种感觉在国内镜头下可能不算特别突出，可一旦进入欧美媒体的长枪短炮环境，优势就会瞬间放大。纽约活动现场流出的很多生图，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没有夸张滤镜，没有精修磨皮，甚至连现场光线都并不稳定。可即便如此，它依然能够保持很强的镜头完成度。尤其是那件带有复古纹理感的大衣，在纽约夜景和 GUCCI 被景板的衬托下，直接把贵气感拉满。很多网友都说，那一刻的张凌赫看起来不像刚刚进入国际时尚圈的新生代演员，反而有种欧洲老牌时装屋继承人的感觉。而另一边的田曦薇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。如果说张凌赫代表的是冷感高级，那么田曦薇就是典型的甜系高奢。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，因为娱乐圈里很多甜妹一旦进入高奢场合，就容易出现压不住品牌的问题，要么显得太可爱，要么会被服装本身吞没。但田曦薇这次最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她既保留了自己的少女感，又没有失去时尚张力。那件绿色丝绸高领造型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，这居然这么适合她。因为这种颜色其实非常挑人，稍微气场弱一点就会显得廉价，稍微状态不好就容易翻车。但她偏偏撑住了，尤其是在媒体抓拍镜头里，她和张凌赫站在一起时，两个人形成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视觉平衡，一个冷，一个暖，一个像深夜里的高级感男模，一个像电影里突然出现的复古千金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之间没有刻意营业，这一点反而成了网友最上头的地方。
因为现在的观众已经越来越敏感了，大家一眼就能看出什么叫剧本式互动。太刻意会假，太营业会腻，太用力反而容易翻车。但真正高级的同框，其实往往来自一种自然的氛围感。而这一次，张凌赫和田曦薇最成功的地方，就是他们身上那种不刻意但很和谐的状态。很多网友后来复盘现场视频时发现，两个人甚至没有太多身体接触，可偏偏就是站在那里，整个画面就已经成立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大量 CP 像剪辑会在短时间内疯狂出现，因为观众真正磕的从来不是工业糖精，而是一种想象空间。而娱乐圈最厉害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，真正能够引发讨论的名场面，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，而是观众自己脑补出来的。当然，除了网友情绪之外，这场活动背后还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：国际品牌为什么越来越重视中国年轻演员？答案其实很现实，因为如今的亚洲市场，尤其是中国年轻消费群体，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牌最重要的流量来源之一。过去，国际高奢更偏爱欧美明星，亚洲面孔更多只是点缀。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，品牌已经开始意识到，中国年轻艺人不仅拥有庞大的粉丝号召力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开始具备真正的国际传播能力。尤其是像张凌赫、田曦薇这种年轻演员，他们既有流量，又相对年轻，同时还具备社交媒体传播优势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已经不仅仅是演员，更像一种全球化娱乐符号。而GUCCI这场纽约活动，很明显也在释放一个信号：国际时尚圈正在重新定义亚洲明星的位置。以前，很多中国艺人参加海外活动，总会被网友吐槽像去合影。但现在，越来越多年轻演员已经开始真正融入国际时尚语境，他们不再只是站在边缘，而是逐渐成为镜头中心。这一点其实从现场摄影师的反应就能看出来，因为真正的国际活动现场，摄影师只会追逐有价值的画面。谁能吸引镜头，谁能制造讨论，谁就会成为焦点。而这一次，张凌赫和田曦薇很显然做到了。但更有意思的是，网友的讨论方向也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以前大家最爱讨论的是谁艳压了谁，谁状态更好，谁赢了红毯。可这一次，大量评论却开始讨论一种更高级的东西——氛围感。有人说他们像电影海报，有人说像财阀联姻现场，还有人调侃这才是真正的内娱高奢脸。看似玩笑，实际上却反映了一个趋势：观众的审美正在升级，大家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美貌，而开始追求一种更完整、更立体的人物气质。而这种变化其实对演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真正能走得长远的人，从来都不仅靠颜值，而是靠绩点。张凌赫的克制感，田曦薇的灵动感，两个人放在一起之后形成的化学反应，这些东西才是真正让网友不断回看视频的原因。当然，我们也必须理性一点，一场活动不代表全部，一次同框也不意味着什么确定关系。很多网友之所以疯狂上头，本质上还是因为娱乐圈太久没有出现这种自然感了。在过度营销、剧本营业越来越严重的今天，观众反而开始怀念那种简单真实的氛围。而张凌赫和田曦薇这次刚好满足了这种情绪需求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即使活动已经结束，相关讨论依然还在持续发酵。有人在研究穿搭，有人分析品牌站位，有人剪辑电影感混剪，还有人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同框。
这其实就是娱乐圈最真实的规律。